你敢相信嗎？一顆質量比 3I Atlas 還大10000倍的天體正在悄然逼近太陽。在太陽系邊緣的黑暗中，一顆比伊利湖還大的彗星正悄然向我們飛來。它從4萬天文單位外的奧爾特雲啟程，帶着140萬年前的宇宙記憶，用近乎垂直的姿態穿越外太陽系。這就是人類迄今發現的最大奧爾特雲彗星——伯納迪內利·伯恩斯坦彗星，即 C2014UN271，昵稱 BB 彗星。2014年10月，天文學家佩德羅·貝納迪內利和蓋瑞·伯恩斯坦在暗能量巡天的檔案影像中偶然捕捉到它的蹤跡時，誰也沒想到，這個距離太陽43億公里及29個天文單位的暗淡光點會改寫人類對彗星的認知。BB 彗星的發現本身就是一場科學奇蹟。當時它正處於海王星軌道附近，這個距離比以往任何彗星的發現位置都要遙遠得多。要知道，即便是先進的哈勃太空望遠鏡，在觀測這個距離的天體時，也如同在霧裡看花。直到2022年3月，哈勃望遠鏡通過特殊的影像合成技術，才終於剝離了包裹它的龐大塵埃氣體殼，彗發露出了核心的蛛絲馬跡。天文學家通過分析其反射率與射電觀測數據推算，這顆彗星的核直徑達到119正負15至137正負17公里，相當於從北京到天津的距離，是哈雷彗星核的7倍多，更是比現在最熱乎的星際天體 3I Atlas 大上百倍。若以質量計算， 3I Atlas 約330億噸的質量已令人驚嘆，而 BB 彗星的質量竟是它的10000倍，相當於3.3乘10的12次方噸，堪比一座小型矮行星。這顆巨獸的外表卻低調得驚人。觀測顯示，其彗核的幾何反照率僅為 0.033 正負 0.009 至 0.044 正負 0.012， 差不多和木炭一樣黑。這意味着它只能反射極少的太陽光，也解釋了為何在如此遙遠的距離很難被發現。更有趣的是它的自轉規律，科學家通過亮度變化分析得出其自轉周期為 20.6 正負 0.2 天，比地球自轉慢了近50倍，仿佛在宇宙中緩慢地踱步。而它的步伐軌跡更顯獨特，軌道傾角高達 95.5 度，幾乎與地球公轉的黃道面垂直，就像在太陽系中跳着一場孤獨的華爾茲。這種近乎垂直的軌道是奧爾特雲彗星的典型特徵，它們大多是被木星等氣態巨行星的引力甩到太陽系邊緣的放逐者，在球狀的奧爾特雲中隨機分布，軌道方向也毫無規律。BB 彗星的旅程堪稱一場跨越時空的遠征，它大約在140萬年前從奧爾特雲深處啟程，起始位置距太陽約4萬天文單位。這一區域作為太陽系的外層邊界，距離太陽約6萬億公里。即便以光速行進，也需要 5.5 年才能抵達。天文學家將奧爾特雲視為太陽系的記憶倉庫，此處保存着形成於約50億年前的原始物質，猶如被凍結的宇宙化石。觀測數據顯示 ，BB 彗星近日點軌道半徑為 4.2 萬天文單位，遠日點更達6萬天文單位，其公轉周期長達304萬年。這意味着，當它上次造訪內太陽系時，人類祖先尚處於茹毛飲血的非洲草原時代。隨着逐漸接近太陽 ，BB 彗星在20至25天文單位區間展現出顯著的亮度變化，這源於獨特的升華現象。不同於地球環境下冰鮮融化後蒸發的過程，彗星表面冰物質在近乎真空的低壓環境中，直接由固態轉為氣態，類似乾冰在常溫下的冒煙現象。光譜分析證實，該彗星亮度激增主要由二氧化碳和氨冰的升華驅動，而 SFOREX 太空望遠鏡特別探測到核心區存在集中分布的一氧化碳。這種成分分布特徵具有重要科學價值。由於二氧化碳冰需要更高溫度才能升華，因此在20天文单位外的極寒空間中，只有這類高揮發性物質率先活躍。而一氧化碳的局部富集則暗示彗核內部可能存在複雜的層狀結構。對於天文學家而言 ，BB 彗星的價值遠不止於大，它的成分分析能為太陽系形成理論提供關鍵證據。
比如其會發重二氧化碳與其他物質的比例，能反映它形成時的溫度環境。天文學家推測，它可能誕生於太陽系早期的低溫區域，隨後被木星的引力彈射到奧爾特雲。更重要的是，作為一顆原始彗星，它幾乎未受到太陽系內部環境的污染，其攜帶的有機物質和同位素組成，或許能揭示地球生命起源的奧秘。有理論認為，地球早期的水和有機物正是由彗星撞擊帶來的。不過，想要近距離觸摸這顆宇宙化石絕非易事。它的軌道傾角讓地球直接發射探測器匯合的方案，在技術上完全不可行，就像要讓兩輛在垂直軌道上行駛的列車相遇一樣困難。但科學家並未放棄，他們提出了一個巧妙的計劃，利用木星的重力助推。當 BB 彗星在2031年經過近日點，距離太陽 10.9 天文單位，位於土星軌道之外，然後穿越黃道面，探測器可以在2030至2034年間發射，先飛向木星，借助木星強大的引力獲得加速度，像被彈弓彈射一樣改變軌道，最終在約15年後與 BB 彗星會合。這個方案雖然耗時漫長，卻是目前唯一可行的路徑。值得一提的是 ，BB 彗星並不會對地球造成任何威脅。它的近日點遠在土星軌道之外，永遠不會進入內太陽系，人類也無法用肉眼直接看到它，即便在最亮的時候，也需要借助專業望遠鏡才能觀測到。但這並不影響它成為天文學界的明星。截至2025年，已有包括哈勃望遠鏡、Sphere-X 天文台在內的多個觀測設備將目光對準了它，持續追蹤其亮度變化和物質釋放情況。2022年，哈勃拍攝的合成影像中，黃色的反太陽向量指向左下角，清晰地展示了彗發被太陽風推開的景象，成為研究彗星活動的珍貴資料。回望人類對彗星的認知史，從古代被視為災星的不祥預兆，到如今被當作探索太陽系起源的時間膠囊，彗星見證了人類科學認知的飛躍。而 BB 彗星的出現，更是將這種探索推向了新的高度。它那堪比小型矮行星的體積、跨越100萬年的旅程以及承載的原始宇宙信息，都讓我們對太陽系的邊界和起源有了更深刻的思考。當我們在夜空中仰望時，或許很難想象，在數十億公里外，一顆冰冷的巨獸正沿着它的軌道緩緩前行。它不僅是奧爾特雲的信使，更是太陽系誕生之初的活化石。2031年1月，BB 彗星將抵達它的今日點，隨後便會掉頭向奧爾特雲飛去。下次再靠近太陽將是300多萬年後的事。那時的人類文明會發展到何種程度？我們是否已經掌握了更先進的探測技術，能追隨着它的腳步深入奧爾特雲？又或者，我們已經從它傳遞的信息中解開了更多關於宇宙和生命的謎題？這些問題或許沒有答案，但正是這種未知驅動着人類不斷將目光投向深空。BB 彗星用它沉默的旅程告訴我們，太陽系的邊緣不僅有黑暗，更有關於我們自身起源的密碼，而探索這些密碼的過程，正是人類文明最動人的篇章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這裡，喜歡影片記得立即訂閱，狠狠按讚哦。